那有网友会问啊，我们之前刚试驾过一款，怎么又来做了？其实这个版本呢和之前的不一样，之前我们试驾的是3擎4驱版本，而今天这辆呢是双擎的4驱版本。也就是说，在宋 Pro DM 这个车系里面，其实它是有2套混动系统的。这个版本和我们之前试驾的最大的不同，刚才也说了，其实就是它的动力单元，前面的电机取消了。取消了电机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，就是它的加速不像之前的那个3擎版本那么生猛。之前3擎版本它的100公里加速可以去到4.7秒，我们自己当时实测啊，甚至是有做到4.4秒的一个实际的成绩。那这台车现在官方公布的100公里加速6.5秒。可能有人会好奇啊，为什么之前有一个3擎的版本又会推出这么一个版本呢？3擎版本确实加速是比较快的，那么对于一台家用车来说，有一点点那么性能过剩，所以这个双擎的版本推出呢，一个是迎合了更多普罗大众的一个需求，第二个呢，它也可以去拉低这个入门的售价。那么鉴于这台车和我们之前试的3擎版本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动力系统，所以我们开门见山，直接来看一看它开起来怎么样。双擎4驱的版本虽然比3擎4驱是少了一个电机，但是它的这个 1.5T 的发动机再配上后面的电机，一共加起来的综合输出还是挺唬人的。324匹的马力，525牛米的一个扭矩。所以你要说这台车和3擎4驱开起来的最大差别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它的这个加速，尤其是地板油的这个前段的一个表现。3擎4驱呢真的是挺快的，那这台车的加速相对来说比那台车啊会更有亲和力一点。但是你真的要去加速，这台车其实加速一点也不慢，包括你在油门后段70-80的时速再加速呢，依然有一个不错的加速表现。那这台车其实它的驾驶模式是比较多的，它有 EV 模式，有 HEV， 然后呢每个模式也可以有运动和经济。哪怕我把它调到这个 EV 模式，然后呢也把它调到 Eco 模式，这个时候我再去加速，其实它的这个动力表现也还不错。那能让这台车这么快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我觉得还是它的这种混动系统。它其实现在是 DM 3.0了，它和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个 DSG 的电机。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啊，它的存在，它可以在你全油门加速的时候给你去助力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在你启动的时候，它可以通过电机把发动机的转速啊提前拉高，在你启动的时候更稳一点。包括你在换挡的情况下，它也可以通过这个电机去优化发动机的转速，让它以一个比较适合的转速去换到想要换的档位，让你的换挡更加顺畅。包括充电，它也可以去适当的去辅助充电，是这么一个角色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和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它这个车它有一个 SOC 的一个调节，你可以在15%和70%之间去做调节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如果调到70%，而这个时候我去开的话，车辆的一个策略是尽量能用油就用油的，而如果我把它调到15%，这个时候它是能用电就尽量用电的。所以你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需求去调节它的 SOC 的这个比例。另外这台车它也有能量回收的系统，我发现无论我是把它调成这个标准模式，还是一个能量回收更强的一个模式下，我松了油门，它的这种车辆的这种脱脂感都不明显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个混动系统它的这个电量如果充足的情况下呢，加速起来没有问题，很快。但是一旦它的电量是低于50%的情况下，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加速能力，哪怕是地板油的情况下，它的这个动力响应性、动力的这种加速感明显就没有电量充足的时候来得更强。那这台车的纯电模式，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它的纯电模式的续航里程可以去到81公里，这是官方数据，还不错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纯电模式，你如果开的话，你的速度可以一直去到160千米每小时，依然是用纯电模式去开，这个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！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太大必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你要是符合这个国内的这种交通法规，其实用不到那个速度。第二个就是高速的情况下，那么高的速度对于纯
纯电模式并不是特别友好，也不是它最高效的一个状态。那对于这台车啊，我们今天还做了一个关于它车厢静谧性的一个测试。那我们也都知道啊，其实像这种插混的车型，相对来说它的车厢静谧性会更好，因为它的这个混动系统呢，在一定的程度下，其实它发动机的这个噪音源没有那么的多，也没有那么的明显。那怠速情况下就不说了，其实怠速的情况下就是一台电动车。我们在80的时速测下来的一个情况，用的是 HEV 混动模式开的，那空调风挡呢也开的是一个2档，路况呢是有一点点湿滑，刚下过雨。80的时速，它的一个车厢静谧性的一个声音分贝是67分贝，然后120的时速呢，差不多是在73分贝左右，是这么一个数字。确实，这个混动系统的运用让这个车厢静谧性啊，确实是有一个不错的水准。那么这台车开起来的提高表现呢，我真觉得啊，除了加速之外，和3擎4驱真的没有差别。转向一样是很轻盈，很好上手，视野呢也是比较好。底盘给到的一个表现呢，也是既能滤震到路面上的一些细碎的震动，然后整个底盘的整体感也是非常好的。那开完这台车啊，我真心觉得这个双擎4驱版本就是为了那些觉得3擎4驱版本性能过剩的用户所准备的，因为它确实性能稍微比那个弱一点点，但是呢又会让你觉得整个加速还是有的，然后家用呢舒适性也 OK， 再加上整个车它的价格毫无疑问也会更加亲民，所以迎合的更多可能还是普罗大众，既要舒适也要有一点点乐趣，但是又不希望过于性能而去额外支出更多的费用。好，那看完了这台双擎4驱版本的宋 Pro DM， 接下来我再来聊一聊这台车还有哪些产品亮点。如果你的预算是在20万附近，那下面你可以好好听一下。首先，这台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亮点，就是它的造型。造型呢，现在用的是比亚迪 Dragon Face 2.0 的一个设计语言，就造型看上去更加凌厉了，然后辨识度更高。前灯和尾灯呢也会有一个新的，像现在叫做龙爪的一个设计语言。包括整个车的尺寸，其实实车看起来还是挺大的。轮胎呢也是用了一个19寸的胎，然后像它的低度也挺有特点的，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去做一个选择。那第二点要说的就是它的配置，一个就是全息透明的影像，那就是这个屏幕里显示的，它可以看到整个车辆底部的一些路况信息，这一点呢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对于一些新手，或者说对于一些路边停车、狭小路况停车，想要注意到更多路面情况的人来说，这个功能很方便。那第二个，它还会有一个遥控驾驶。这个功能以前就有了，只是这一次呢，它是把它集成在了这个手机里面。因为比亚迪它会有一个手机的 app 呢，可以在手机里去遥控驾驶，使用起来呢也就更加方便了。还有像它的仪表盘现在也是全液晶显示的。那我现在在开这个宋 Pro DM， 我会有一个小发现，我总觉得这个仪表盘上的一些个别信息，比如说它的电量、续航里程，我总觉得上面那个字啊显得有点点小。那主要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可能这个屏幕两边的黑边框太多了。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屏幕你会觉得好像很大的一个屏幕，只是我再看一下这个字又很小，可能是在视觉上会有一个反差感。那我个人是很希望这个其他的一些字的信息啊显示再大一点点。第三点就是空间，那么空间我就不说了，大家直接看展示。好，宋 Pro DM 的双擎4驱版本体验完之后啊，你要问我它和3擎4驱版本有什么不一样？说真的，我的感受就真的是那一脚油门下去的差别。它的加速呢，确实没有这个3擎4驱版本来的更加生猛。但你要说它慢嘛，也一点也不。实际体验下来，这台车的加速确实还是挺快的。那么，对于20万预算的你来说，你想要一台 SUV， 你希望这台车性价比比较高，
又能照顾到家庭，然后也能给自己有一点这种选择，有一点点性能，那么宋 Pro DM 是可以的。那你如果觉得3擎版本有一点点贵，眼前这台双擎4驱版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